女儿半夜高烧，哭闹不止，老公电话打不通，我只能凌晨独自带着5岁的儿子和3岁的女儿来到医院。焦头烂额之时，微信里弹出来一个信息，是老公陈迪的女神，他发来了一个视频。视频里，陈迪正在和他的女神深情对唱《因为爱情》，灯光昏暗，但也依稀能看出俊男靓女的登对，歌声缠绵，眼神焦灼。当他看向他时，我就知道自己输了。即使花了10年的时间，我依然比不上旧情人的回头。我抑制住发抖的手，麻烦告诉陈迪一声，他女儿发烧了，我们在市医院。苏嫣曾经名动一种，即使在汇聚了全市尖子生的顶尖班级，她依然耀眼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。她和陈迪那惊天动地的爱情，即使毕业了很多年没联系的同学，依然会八卦地问一句，他们俩到底结婚了没有？男神和女神互相倾慕的爱情，谁能不羡慕呢？而我只是围观他们爱情的一个观众而已。高考苏嫣考得并不理想，大一她只读了半年，心高气傲的她不赞同国内的教育方式，选择了出国留学，并且和陈迪分了手，一走就是3年。3年后，她回国参加我和陈迪的婚礼。在化妆间里，我透过门缝看到苏嫣扑到陈迪怀中，我依稀记得当时脑子里爆炸般的声音，世界摇摇欲坠的崩塌感。那时我怀着3个月身孕，我推开门，陈迪受惊般推开苏嫣，陈迪推开他，慌乱地向我解释说事情不是我看到的那样。苏嫣目光鄙夷地从上到下打量我，用孩子拴住男人是最卑鄙的手段。我扬起手，狠狠给了苏嫣一巴掌。他们俩都愣了下。苏嫣要打回我，陈迪把我护在身后，呵斥他够了，我爱的是他，现在只想和他在一起，你走吧。他又转头向我保证，说刚刚是苏嫣趁他不备才会发生意外，说以后会好好对待我和孩子。苏嫣狼狈的样子让我些许胜利者的快意。陈迪的保证和示弱让我的心安定了下来。对陈迪，我总是狠不下心来。高中时我坐公车被一个人占便宜，那时我很胆小不敢反抗，是他救了我，还拉着我去报警。后来每次放学回家，他总是有意无意地跟在我后面，他就是我少年时的光。我真的很爱他，而且我现在还怀着孩子。陈迪在说婚礼誓词的时候哭了，我也哭了。外人都说真是恩爱啊，除了当事人，谁也不知道化妆间那惨烈的一幕。这么多年，我也试着遗忘。我把熟睡的儿子和女儿一起搂在怀里，尽可能用自己给他们挡风。好在他们俩都穿了外套。输液到一半，信息发出去了1个小时，陈迪才急匆匆出现在我面前。他身后跟着苏嫣，他依旧身材纤细，举止优雅，带着那种对同性居高临下的打量和淡淡的鄙夷。他没什么同性朋友，一直都是。10月底的天气有点凉，因为来医院来得及，我只穿了件短袖，而苏嫣身上穿着陈迪的外套。即使有了心理准备，但看到他们一同出现在我眼前时，心脏还是似乎被一只无形的手抓住，反复搓揉，痛得我要窒息。怎么样？他脸上带着焦急。在苏嫣回来之前，他是个做得极好的丈夫和爸爸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苏嫣便道：陈迪，你快帮西西抱一下孩子，你看他手都被压红了。陈迪要来抱女儿，女儿最讨厌别人在她睡觉的时候动她，而且她一旦生病，只要我抱，这是连孩子的爷爷奶奶也记得清清楚楚的事。而我的丈夫，一如最近的时常走神，不在状态，现在才在女儿的哭声中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。他无奈地对苏嫣道：你没生过孩子，不知道小孩子很黏妈妈的，我女儿只黏我。西西，她平时称呼我为我老婆，现在她硬生生把老婆2个字咽了回去，跟着苏嫣叫我西西，多么可悲。她把儿子抱在怀里，儿子呢喃了声爸爸，他的爸爸从来不离手的戒指现在不翼而飞。我别开了眼。苏嫣和我打招呼：西西，
好久不见。我说，谢谢你告诉我丈夫，让他回来。陈迪忙道，对不起，是我手机没电了，包厢里太吵，其他人也没接到电话。苏嫣歉疚地说，都怪我，非要叫他们去唱歌，我只是想大家好久不见了，回忆下原来的时光而已。不知道小孩会生病，他们那个群，只要是苏嫣说话，从来不会冷场，大家都会附和她。那个群4个男生，就她一个女生。我有一瞬间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才合适。如果我大发雷霆，好像显得我斤斤计较。苏嫣用她那双楚楚可怜的眼睛看着我，如同当年她在我婚礼进行前不管不顾地和陈迪接吻，然后让他和她逃婚私奔。她知道我在门后。后来她轻轻地对我道，周西西，你用孩子能留住他一时，能留住他一世吗？他本该有更光明的未来，现在因为你只能困顿在这里，永远做一个庸康碌碌的人。那是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最终还是没能到来。产检的时候，他被检查出少长了右手，便流产了。因着婚礼上的事，还有孩子流产的打击，那时我整天以泪洗面，完全没有新婚的任何喜悦。我流产的时候，陈迪、公婆还有闺蜜都来医院陪我。婚礼那天后，我不想和陈迪说话，确定了孩子要流产，他在我面前就成了陌生人。他不知道我看见了他和苏嫣接吻，他以为我只是因为孩子的事被打击到了。那天我进手术室前，他拉着我的手说，老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一起面对，不要怕，我们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孩子。他想吻我的手，我抽走，我抓住了闺蜜的手，她摸了摸我的头，我的眼泪便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。就像曾经的无数个深夜，我们诉说原生家庭的不幸，诉说在爱情里的酸甜苦辣一样，只有他最懂我。那次出院以后，我没有回和陈迪的新房，我去了闺蜜的公寓养着。我整天不说话，他们说我有点抑郁。陈迪那时候每天都给我送饭，1日3餐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在楼下租了间公寓，就是为了给我做饭。刚开始我以为是闺蜜去饭店打包的。那天我到楼下晒太阳，坐在花园里的长凳时，眼泪就流了出来。我们确实是因为怀孕了才匆忙结婚，可是我也是一直想要嫁给他的呀。谁不想嫁给自己的初恋？谁不想嫁给一直暗恋多年的男神呢？只是他的初恋不是我，他喜欢多年的人也不是我。女儿又不安地哭了起来，可怜的像只受伤的小树枝，明明夜夜。我的注意力立刻被他吸走，轻声哄着他。苏嫣在旁边轻声问陈迪，带孩子麻烦不麻烦？陈迪低声和他说带孩子的趣事和麻烦事。苏嫣听得很认真，末了她说，太可怕，我这辈子都不会生孩子，我可不想坐在家里带孩子的黄脸婆，那样就太没有价值了。陈迪笑了起来，和他讨论起孩子的意义、价值。他们喜欢把很多东西上升到一个层面来讲，可是陈迪在我面前很少说话的。我们之间最多的话题就是孩子、家务、父母，偶尔讲讲工作。很平庸的一对饮食夫妻，没有他和苏嫣的浪漫。我当时想，即使他心里还爱着别人，但世界上的事，努力了就一定有结果。如果我花1个月不能让他爱上我，那我就花1年。1年不行就2年，2年不行就3年，3年不行就10年。现在我们在一起10年了，生了2个孩子，但在他看向苏嫣的目光里，才出现了光，有了我一直想要看到的爱。女儿输完了液，我和陈迪都开了车来。经过医院昏暗的一段地带时，苏嫣差点摔倒，陈迪极快地扶住了她。苏嫣不好意思地说，我的眼睛在黑暗里算是瞎了。儿子被陈迪抱在怀里，被他的动作惊醒，搓着眼睛问，妈妈，妹妹好点没？我的声音有点沙哑，我不敢开口说更多的话，因为我怕我会忍不住哽咽出来。如果不是注意力一直在苏嫣身上，她还抱着个孩子，哪有那么快的速度能够扶住她？我忍不住想，如果我和苏嫣就在这里同时摔倒，
即使我还抱着女儿，他恐怕都不需要抉择，一定会选择苏嫣。他的注意力始终在他那里。到了停车场，陈迪为难地对我说：“西西，我先送苏嫣回去，她一个人不安全。儿子，我放车上。”好吗？我没看他的眼睛。夜晚的风有点凉。我点了点头。苏嫣道：“西西真是懂事，难怪你会娶她。”我一言不发，心中嘲讽至极。把女儿安顿好后，我坐在客厅等她和儿子回来。苏嫣住在我们买的另一套学区房里。那个房子小点，但是学校好，是为了给儿子和女儿上小学用的。陈迪那时说要把房子先借给一个朋友住，我当时心里不太想借，因为那个房子装修很好，是我亲自盯的。儿子和女儿去那里上小学，我们全家都要搬过去的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因离学校太远，饱受每天早起的痛苦。可他已经答应了朋友，执意要借出去，我只好同意。后来苏嫣转款给我，并且备注房租。他说：“西西，很感谢你们把房子给我住啊，阿迪不肯收房租，我转你吧。”我才知道他说的那个朋友就是苏嫣。我坐了1个小时，他终于回来。他的身上没有那件外套，儿子依然穿着他出门时我给他随便找的外套，冷得缩成一团。我动了动嘴，想问，除了外套落在他那里，你是不是巴不得整个人都落在他那里呢？我没问出口。陈迪去洗澡的时候，苏嫣给他发了信息，忘记把外套还你了，好久没聊得那么畅快和开心了，最懂我的，果然还是你，找时间把外套还给你。他又说，现在大家变化都好大，只有我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吗？原来我们想见就见，根本不用约时间。伤心有一瞬间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整张脸通红，我甚至想冲进卫生间和他大吵大闹。如果有可能，我想杀了他。看着化妆镜里那个面容狰狞扭曲的女人，我有一瞬间的恍惚，那竟然是我自己。只是下一秒，理智回笼，我满脸惊恐地问自己：周西西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要变成你妈妈那样吗？小时候，妈妈患了癌症。原来，她和爸爸是最恩爱的一对夫妻，走在路上总是十指相扣，羡煞旁人。在她生病住院的时间里，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容颜也开始逐渐枯萎凋零。她总是有些神经质地和爸爸吵架。爸爸渐渐出现在她病房里的时间越来越少，爸爸越不来，她越生气。后来，只要看到孙护士在，妈妈就会平静下来，相信爸爸只是去工作了。只要孙护士不在，妈妈就跟疯了似的，要我去找爸爸回来，说他要死了。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，骨节突出且分明。他狠狠抓住我的时候，拽得我生疼。有次，我在医院的杂货间看到了爸爸和孙护士，爸爸衣衫不整，妈妈颤巍巍地在我后面。他本来是将死之人，却爆发了惊人的力气，生生把孙护士的脸上抓出了几道血泪宫的疤痕。妈妈不是爸爸的对手，她被爸爸推倒在地，狼狠不堪，尤其配上她稀疏的头发、枯黄的脸颊，她仿佛是一个被妖怪吸干了精血的干尸。有人说，你看他那样，男人哪有不出去找的呀？我原来相信陈迪不会像爸爸那样，他那么干净，应该和污秽洒清干系。我也无数次发誓，绝对不要变成妈妈那样，不要变成那个被人推倒在地的疯女人，不要那么没有脸面，不要那么丢脸和无措。我要变成他吗？我不要我的儿女见证我疯狂的样子，然后告诉自己，千万不要变成妈妈那样。我要给他们树立一个温柔得体的形象，永远是闲适自在、云淡风轻。平安无事地过了几天，我依然是个好妈妈、好妻子。保姆做完了饭便离开了，我让他们俩过来吃饭。儿子问：爸爸又不回来吃饭吗？我端起碗挡住了半张脸，假装在吃饭，豆大的泪珠落在雪白的米饭里。我点点头作为回应。儿子和女儿没怎么说话。我放下碗，冲进卫生间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我知道我不能哭太久，我应该在孩子面前坚强。
不能让他们知道大人的事。妈妈生病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，那时我告诉和我玩的最好的朋友，我爸爸在外面有女人。他说他爸爸在外面也有。我们当时一起泪眼朦胧地看着对方，责备父母的不负责任。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也这样和他们的同学讨论，哭泣。但是眼泪他不听的话，我总也擦不完。我清晰地感受到我正在失去我的丈夫。快10点的时候，苏嫣打来电话，急切地说：西西，你快来医院，陈迪受伤了。我的心提了起来，我苦笑一声，心中无比悲凉。没想到到了现在，我心中竟然还关心他。结果下一秒，他说我们在外面吃饭，有几个流氓冲我吹口哨调戏我，他就和人起了冲突，对方用酒瓶砸了他的脑袋，流了好多血，呜呜。医生说手术要家属签字。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真可笑。医院里，他狼狈不堪，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，脸上、衣服上都是血迹。苏嫣正坐在旁边，眼睛哭得红肿，她的手搭在他的手臂上。我去交了费，签了字。苏嫣还在低声紧张地问：你现在怎么样？还难受吗？你为什么这么冲动？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办？我本想过去的。听到这里，我停住了脚步，看着他们。两人发现了我，我第一次觉得他很丑，很丑，还恶心。曾经的校园男神，竟然会变成这样。他看着我，有点讪讪的样子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苏嫣对我道谢：西西，谢谢你来给阿迪签字啊。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就走。两个孩子虽然在睡觉，可是他们一个5岁，一个3岁，家里没有大人。他看出我的生气，急忙追上我，握住我的手，低声哀求我：老婆，你别生气，这次是我过分了，我下次不会这么冲动了。家里只有2个孩子。我甩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走。陈迪追了出来，我是打车过来的，他跟在我身后，也上了车。我讥讽地看着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他，怎么这次不怕苏嫣一个人回家有危险了吗？他道：老婆，我真的只是把他当成朋友而已，他就要走了。苏嫣的这个走了2个多月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。我不再说话。回了家，他还想解释，我闭嘴不言。我当着他的面把卧室门关了，他没进来，只是发信息，不停地和我解释，他和苏嫣没什么。我们陷入了冷战。陈迪似乎觉得自己之前的做法过分了点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去接了儿子和女儿，然后带着他们去商场吃了晚饭，又去了游乐场，玩到了晚上8点才回家。陈迪给我打了很多个电话，我都没接。等我们回到家，我钥匙还没插进锁孔，他一把将门拉开。你去哪里了？他很紧张，我很担心你。儿子兴高采烈地回答：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了好吃的，还去了游乐场。女儿也开心地接话。他们俩欢快地跑了进去，桌子上是陈迪做的一大桌饭菜，还冒着热气。我们一般是晚上6点40到7点吃饭。我没理他，目光里他垂在两侧的手紧了紧。我在浴缸放了水，准备给孩子洗澡。陈迪跟着我进卧室。老婆，你要怎么样才气消？他的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祈求。之前是我忽略了你们，以后我尽量不出去了，好吗？他从前可不这么低声下气。我不理他，他抱我，别生气了，好吗？孩子那么大了，我们吵架对他们不好。你走开！我激动地推开他，别碰我！我避他如蛇蝎的态度，让他微微白了脸。他一脸受伤地看着我，表情错愕。我冷笑一声：陈迪，这就受不了了吗？这只是个开始而已。第二天，我带着孩子去了他们爷爷奶奶家吃饭。公婆一直对我很好，无可挑剔。我怀孕那会儿，我婆婆就每天给我送饭送汤。他们只有陈迪一个儿子，看我不像在看儿媳，反而像在看女儿。我婆婆说，她原来一直想收养一个女儿，可惜都没有成功。有了我以后，就像多了女儿。陈迪没去，他们也没有多问。
晚上回去，家里依然是陈迪做好的一桌饭菜。儿子和女儿看出了我们之间的不对，都有点小心翼翼的样子。两个孩子的敏感程度超乎了大人的想象。他们平时又比较黏我，陈迪现在想和他们亲近，两个孩子立刻看我的脸色。我只是温柔地笑笑，说：“妈妈带你们去洗澡。”我冷了陈迪2周，他从最开始的求和，到了最后的沉默。我们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，离婚当然是轻易不可能的。孩子、财产、周围的社交圈都是我们之间的纽带。他的手机里，苏嫣还在不停地给他出主意，教他如何哄老婆。末了，他说：“真想不到，你最后娶了和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！难道这就是爱情吗？还是为了孩子的责任？”陈迪没回答。我和他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不管是学生时代，还是工作以后，他永远都是金字塔顶端的那群人。不管做什么，他总是能做到最好。人和人之间的能力是有鸿沟的，他和苏嫣的那个圈子都是很优秀的人，我挤不进去。周五的晚上，我带着孩子去了闺蜜家。周六，我们俩带着孩子去了隔壁市泡温泉。我只会给她发信息，今天不回家。闺蜜听完了我的叙述，她惊叹了一声，没想到陈迪也这样了。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好人吗？看着我的样子，她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道：“不过她既然现在愿意悔改，那还是有救的。当年暗恋陈迪的事，闺蜜是知道的。我只喜欢过陈迪一个人，最后还和他顺利结婚。这么多年，闺蜜一直说我很幸运，我也一直这么觉得的。我觉得陈迪就算是冰，我也能融化了他。在这么多年的婚姻里，公婆生病，我起早贪黑的照顾；婆婆有次摔了腿，住院2个月，我比她还上心。对她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，她生病，我比她还紧张。有次律所组织去外地团建，她一个人照顾2个孩子，感冒了，我连夜赶回来。他昏昏沉沉地躺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我看着他苍白的脸，心疼的眼泪一瞬间就掉了下来。我们共同养育孩子，经营家庭，没有争吵打闹，我以为这就是幸福了。你说说，你会不会离婚？闺蜜问。我有点迷茫，我不知道。我妈妈去世以后，爸爸娶了孙护士，从此我成了家里多余的人。孙护士动辄对我打骂，爸爸则是睁眼瞎。原来把我捧在手心里的爸爸，在有了新婚妻子后，便不在乎我了。闺蜜的父母是离异，她跟着她妈妈，她妈妈找的继父，总是色眯眯地盯着闺蜜看。在那些青春无助的时间里，我们总是拨打对方的电话，痛哭流涕。成长的经历给了她的人生经验是，绝对不要结婚，不要生孩子，所以她只谈恋爱。而给我的经验是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离婚。周日我们开车回来，开门的时候，我以为我已经对陈迪彻底失望了，没想到他还能刷新我对他的失望。沙发上，陈迪衣衫不整地躺着，就像他当年感冒时那样，而现在苏嫣烫在他的胸口。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心痛到想要爆炸，又是怎样失去理智的。我忘记了要在儿女面前树立知性优雅的形象，我只想撕碎他们。他们被开门声惊醒，随即陈迪看到他身上的苏嫣，又惊愕地看着我。我冲了过去，抓起苏嫣的头发，用了我毕生最大的力气，狠狠扇了他2巴掌。贱人，我还没死呢！苏嫣被掀翻在地，脑袋碰到了茶几，随即痛哭起来。陈迪似乎还没有回过神，他刚想开口，我的下一巴掌就狠狠扇在了他脸上。结婚之后，我们从来没有大声争吵过，更别说红了眼、大打出手的情况。他原本白皙的脸上立刻浮现出5个鲜红的手指印，脸迅速肿了起来。闺蜜的身后站着公公婆婆，儿子女儿被吓得哇哇大哭。我的手肿了。打完他的一瞬间，我的心碎了一地。他毁了我对他的爱，他毁了那个看到他生病会心疼的掉眼泪的女孩。
他毁了那个会痴痴地看着他的睡颜，然后虔诚地在他的唇上落下一吻的女孩。他毁了我。我该是永远温柔，永远纯洁，永远对龌龊隔着一层真空的罩子的人。而我现在成了那个众人眼中失去理智的疯狂的女人，不再柔弱，不再美好，只有令人触目惊心的暴力。在一片混乱之中，苏嫣爬了起来，对我道歉。对不起，她带着哭腔道，但是我和陈迪是真爱，你放了他吧，你别拿孩子绑着他了。我看他现在过得这么不开心，难道你要毁了他才开心吗？婆婆过来不停地打陈迪，你疯了，你疯了，你把女人带家里来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西西哪里对不起你了啊？你非要这么作践人家。我没有。陈迪痛苦地捂住了脸，我明明是和胖子一起喝酒的。他红着眼问苏嫣，你怎么在我家里的？他哭着说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是你叫我来的呀，你说你想我了，一直爱的都是我。不可能，他喃喃地说。我对他失望至极。不是这样的。陈迪紧紧地抓着我，急切地解释，你昨天带着孩子没回家，我心情不好，找了胖子来家里，我说了以后晚上不出去的，我只是叫胖子过来，根本没有别人，我不知道最后苏嫣怎么会过来。老婆，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苏嫣在旁边咬着嘴唇，她整张脸都肿了起来。婆婆把苏嫣赶了出去，闺蜜带着孩子去卧室哄着。陈迪还在懊恼，他颤抖着手把电脑打开，里面有家里的监控。监控里确实是他和胖子两人喝酒，最后苏嫣给他打电话，胖子接了，然后苏嫣过来，胖子走了。苏嫣在我的沙发上问他问他爱不爱他，他说爱，他可能醉了，可能没醉，然后两人抱头痛哭，很是情深。我不知道他竟然会哭得这么伤心，难道和我生活竟然让他如此痛苦吗？老婆，我以为他是你。他急了，我喝醉了，我以为是你原谅了我，我永远不可能原谅你。我说，公婆开始劝我们，说为了孩子不要闹得那么难看，说陈迪已经知道错了，让他以后再也别喝酒了。我沉默地坐在沙发上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，浑身冰冷，身体止不住地发抖。我记得当时妈妈在医院被爸爸推倒在地，护士把她扶回了病房，爸爸跟着孙护士走了，妈妈在自怨自艾。没有人有空理会当年8岁的小女孩。我一个人坐在病房外冰冷的椅子上，一直在抽抽地哭，手脚冰冷，浑身颤抖。我想停止这种颤抖，可以我控制不住我的身体。那天天色阴沉，妈妈被爸爸抛弃，爸爸在等她死，在期待她的死。我的世界孤立无援，那天的恐惧再次笼罩在我的心头，那是一种天空倾倒的压抑般的痛苦。我以为我已经长大，我以为我再也不会经历那种痛苦。我最爱的人给了我当年的痛苦。他爸妈走了，本来老人家是周末过来一起家庭聚餐的。我从包里拿出协议书，说签字，是我早就准备好的认错书和忠诚协议。我是律师，我自然知道如果在最坏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和孩子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一直在叫当事人做的动作，有一天需要用在陈迪身上。他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，自信且从容。他在电影院闷笑出声，他在他宿舍对我说，他爱我不止一点，现在我要他签下属于他的认罪书。他抱着我哭了，老婆，我真的没做对不起你的事。你现在不做，不代表将来不做。你肉体没出轨，不代表你精神没出轨。陈迪，你敢说你不知道苏嫣对你有意思？你敢说你每次和他在一起问心无愧？你敢说你走神的时候不是在想他？世界被蒙上一层又一层的水雾。我说我们在一起10年，竟然比不上你和他高3、1年的时间。要怎么样你才能原谅我？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他最后还是签了认错书和忠诚协议，意味着我一旦去起诉离婚，他得不到儿女的抚养权，还要净身出户，除了支付抚养费外，还要支付我大笔的赔偿金。
我在利用他残余的责任心和愧疚心，逼迫他签字。我不知道他这点责任心，在苏嫣持续勾引下还能剩多少。曾经满心满眼的爱人，现在只有算计。家里的氛围是前所未有的窒息。女儿很敏感，可怜兮兮地问我：妈妈，爸爸犯了错吗？我背过身擦了眼泪，才抱起她，道：没有啊。妈妈骗人，妈妈都不理爸爸了，一定是爸爸犯了错误。她抱着我的脖子，用她童真的语气和我说：妈妈，你原谅爸爸吧。看着妈妈难受，看着爸爸难受，我也好难受。小可怜，他才3岁，其实很多时候他对父母的爱，甚至比父母对他的爱还要多。他眼睛里包着2团泪，哀求我：妈妈，你原谅爸爸吧，我再也不偷吃冰淇淋了，我好好写作业，好不好？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过来了，也眼泪汪汪地看着我，扑到我怀里。他们哭得很可怜，仿佛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。我好怕他们像我当年那样。在苏嫣回来之前，陈迪为了这个家做得真的称职。他在学校教书，孩子的事，家里的家务，他都很负责，除了不爱说话以外，毕竟他和我没什么共同语言。我叹了口气。晚上，我哄孩子入睡，陈迪小心翼翼地也躺在了另一边。2个孩子眼睁睁看着我，我对他笑了一下，把书给他，该爸爸念了。他很惊喜，手微微颤抖，声音也发颤。孩子们很高兴。等回了卧室，他立刻抱住我，头埋进我后颈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也不会了。我和他说清楚了，以后再也不会联系了。电话号码我都拉黑了。颈间有他的热泪滚落了下来。我说，婚礼那天，我看到你们接吻了。他的身体僵硬了一瞬间。我听到你们说，那是最后的一个吻，从此就只做朋友。所以这么多年，虽然心里一直有根刺，但我还是相信你不会背叛我。现在事实证明你不配。不过陈迪，我也不会和你离婚。你们要爱情就去爱呀。苏嫣不是你女神吗？她永远只会是个小三。我恶毒地说，你不是光风霁月吗？你看看你现在做的恶心事。当年你和我亲密的时候，你叫她的名字；我和你结婚的时候，你和她接吻；女儿生病的时候，你和她唱情歌，还把我新装修的房子给她住。你真是一个好丈夫，一个好父亲。你知道她每次都来找我示威吗？你知道我们结婚，她说我是靠着孩子缠着你，说要给我房租，因为你不肯收，现在还跑到我家里来。我当时觉得你人品好，飞蛾扑火一般的爱你，现在我只想戳瞎自己的眼睛。她脸色发白，痛苦地哭了。别这样，老婆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的爱你。我原来以为我对他还有感情，我现在才知道，我一直爱的只有你。你想怎么惩罚我都可以，求求你别离开我。我冷笑一声，我当然不会离开你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孩子需要爸爸，也需要一个正常的家。你少在我这里装了，我告诉你，以后在孩子面前，咱们就是恩爱夫妻，私下里随便你怎么玩，随便你想谁。末了，我又道，趁着你现在还有点良心，我确实想到了一件事要你做。他目光惊痛地看着我，你去结扎吧。什么？我说，你去结扎，我不想以后你突然冒出来一个私生子，让儿子和女儿莫名其妙多出来一个弟弟或者妹妹。他看着我，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他曾经是我心目中的男神，现在我对他只有不信任。第2天送了孩子去学校，我们便去了医院。我们又恢复了原来的恩爱，在父母面前，在孩子面前。只是私下里，他碰我一下，我都要立刻打开他的手。他越来越沉默，我也心如刀绞。其实我原来很黏他，总是喜欢和他黏在一起。我们陪孩子玩的时候，我靠他身上，孩子就跟炮弹似的冲过来，把我们都压倒，然后像叠罗汉一样叠在我们身上。或者讲睡前故事，我靠他怀里，孩子靠我怀里。现在呢，他看我的眼神小心翼翼，我也从不和他肢体接触。后来他自觉睡了地板。在我出差的前一晚，我们沉默地各自躺下，幽暗的房间里，他叹了口气，低声问今天送你回来那个人是谁。因为要照顾孩子，
我工作很少，但还是会去律师所做一些工作。今天送我回来的是一个客户，他一直在追我，不过我从来没给他机会。现在不一样，我为什么拒绝？何况对方真的很有魅力。我翻身背对着他，他说：“别离开我，好吗？你原来从来没有和我说过，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介意那些事。今天不过是别人送我回来，你都要问一句，那你原来和苏嫣走那么近，你觉得我不会介意？能不能不要自欺欺人？”对不起，他对我的话只有对不起，我对他则只有满心的怨愤。方静言是所里的大客户，他这次委托我们是为了给他姐姐打离婚官司，争夺孩子的抚养权。其实几乎稳赢，他姐姐有被家暴的报警记录，而男方现在失业，经济实力完全不如女方。因为他姐姐原来是在恩市结婚和生活，所以我们必须飞过去。所里派了我和一个男律师一起去，他姐姐一路都在心神不宁，显然是恐惧男方。好在男方看起来很颓唐，基于我们这边2个男性在场，也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事。结束了之后，方静言请我们吃饭，作为答谢。他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流贵气。末了，他问我：“周小姐还缺男朋友吗？”我旁边的同事哈哈大笑，别说男朋友，人家是2个孩子的妈了。我也笑了起来。他还是笑着问：“那还缺不缺男朋友呢？”晚上，我的酒店门被敲响，他拿着一份合同过来，对我说：“不知道可不可以占用你一点时间？”他的眼睛紧紧盯着我，就像饿久了的野狼盯着一块鲜美的肉。我们见过好几次，他公司我们所的顾问，我把合同给他改了下，又给他讲了一遍。他看着我说：“你好香。”我结婚了。那有什么关系？你老公不会背着你乱搞吗？我不会。他按住我的头，就来吻我，含糊地说：“那就是他会了。”我狠狠给了他一巴掌。他头一偏，不管我的挣扎，继续吻我，嘴里有血腥味儿。我想起陈迪和苏嫣在家里的沙发上接吻的画面，想起他们在我的婚礼那天在化妆间接吻的画面，心脏疼得喘不过气来。半晌，他放开我，把我拥进怀里。别哭。他的胸膛很结实，身上带着淡淡的香气。我第一次被陈迪以外的男人抱，他的怀抱仿佛是下暴雨的世界，突然出现了一片可以躲避风雨的大树。我推他滚，他不放手，说：“我不滚，我喜欢你，和我在一起。”他的胸腔在震动，我嘴上说：“不要脸”，眼泪却更加汹涌。我心里在哭喊：“不要放开我，抱紧我。”当年那个小女孩需要有人温柔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，现在的我也需要有人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告诉我，即使世界如何崩塌，我依然会抱着你。你不开心，我看得出来。我想要你开心。他吻了吻我的额头。去死！他低低笑了起来。你除了这些骂人的话，还有别的吗？没有。他有问，我必答。真乖。正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陈迪。我没接。方静言没有走。我从刚开始的默默流眼泪，到最后哭得抽抽，他沉默地给我擦眼泪，然后搂着我睡觉。他的衬衫上被我的眼泪按出一片湿气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放大的脸出现在我的视线里。我沉默地起身去洗。我们下楼吃早饭。他们人呢？方静言看着我，慢条斯理地喝了口水，喉结滚动，道：“当然是回去了呀。”他靠近我，不回去，难道在这里当我的电灯泡？我懒得理他，因为飞机票是他秘书给我们订的。在下午跟我吃了早饭，他提议去逛逛，我拒绝。他跟在我后面，我要关门，他抵着门。我报警了呀！昨晚还抱着我哭成小可怜，今天就翻脸不认人。你有病啊！我不喜欢你。他挤了进来，我不信，除非你看着我的眼睛说。无聊。他看着我收拾行李，又看着我抱着本书发呆。飞机上，我们的座位挨着。我知道，回去以后他就不能在我身边，他就不会这样黏着我，也不会抱着我。他在我身边的时间在倒数，这根救命的稻草也终将离我远去。
我不能依靠别人，只有我自己，我只能成为儿女的依靠。可是，在这一地的空间，在远离陈迪的时间里，他陌生的气息，温柔且绝对的眼神，能不能再次注视着我？方静言，你告诉我，我是被人爱的。你告诉我，我不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人。飞机颠的时候，引起了一阵恐慌，骤然的心脏失控。在他侧身抱住我的同时，我也抱住了他。我们在世界的一个角落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他的声音仿佛雨后的彩虹，没事，我陪你，和你死在一起。有病！我骂了他一声，却抱得他更紧，让我自私一回。他笑了起来，然后又开始吻我。我更凶狠地回吻他。快断气的时候，我们才放开彼此。空姐震惊地看着我们，飞机的颠簸只是暂时的。他说我爱你，他距离我很近，我们的眼睛里只有彼此。我在他眼里看到了我一直在陈迪眼里找寻的东西。原来爱上另一个人这么简单。陈迪，我亲爱的老公，我正在远离你，放弃你，背叛你，就像你和苏嫣在一起时那样。飞机要在一个城市中转一下，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起身离去。他拉着我经过长长的玻璃通道时，我们跑了起来。他说，我带你去私奔，风吹过我的脸庞。好，轰轰烈烈的离开，告别曾经的自己周茜茜，告别我的老公陈迪，让我们做被世人唾弃的一对狗男女，眼里只有彼此，热烈的相拥接吻，忘记一切。机场附近的酒店带着一股陌生的气味，如当年我和陈迪待过的无数酒店。他的吻带着浓浓的占有的气息，令人无暇思考。在浴室里，隔着漫天的水雾，他吻我湿漉漉的唇，跟我走，我的手掌放在他心脏的地方，他的心脏在强有力的跳动。我说我爱你，我们第二天回去。在分别的时候，他一把扯住我，恶狠狠地吻我，低声喃喃道，我要去巨石常住一段时间，我等你来找我，别让我等太久，好吗？我说我爱你，真的。家里只有陈迪，孩子呢？在我爸妈家，他的声音很哑，眼睛通红。我没理他，进房间把行李箱拿出来，收拾行李。他在我身后，狠狠地把卧室的门关上。为什么昨天不回来？你和那个男的做了什么？你现在是要跟着他走？我们离婚吧，我平静地说，我和别人上床了。他气得哽咽了一下，你骗我的，是不是？他抱住我，像个无助的孩子。你不是都猜到了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就是和别人上床了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是他勾引你，是不是？他像只困顿的野兽，声音里全是无助和绝望。一定是，你是我老婆，你是我老婆，多说无益。我推开他，他坐在床边，仿佛成了雕塑。我在旁边沉默地收拾行李。自从上次以后，苏嫣就从那个学区房搬了出去。我准备先带着孩子回去那边住，虽然想着他住过有点恶心，不过我现在也干净不到哪里去，整个世界都是脏的，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，我们全都成了肮脏的大人。这时手机里传来信息，我划了2次，才发现手一直在抖，是方静言。他说怎么办？才离开一会儿，我就很想你。陈迪抢过我的手机，面目扭曲地看着上面的内容，又阴鸷地看着我。那一瞬间，我知道他想杀了我，就像曾经我知道他和苏嫣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想了杀了他一样。那是一种抛弃了一切理智和文明的绝对的憎恨。他一直是最斯文俊秀、最冷漠寡淡的，现在他面容扭曲，面目仇恨。他狠狠把手机砸了，手机屏幕瞬间碎如蜘蛛网，犹如我们的婚姻，犹如我们在对方眼里的样子。在恐惧的同时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来吧，审判我，审判你，审判我们分崩离析的婚姻，审判我们失败的、罪恶的、
不堪的人生。他死死地盯着我，我后退了一步。他把我抵在床上，居高临下地问：他碰你哪里了？你有病啊？你还想对我动手吗？你要是觉得过不下去了，就离婚。他恶狠狠地吻我，故意咬我。我想扇他，他握住我的手，让我无法动弹。我挣扎，他死死地按住我。等我没力气了，他埋头在我脖子里低声哭了起来，脖子间全是眼泪，在仇恨下面全是绝望。老婆，我想不通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为什么？明明我是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你是一个好妻子、好妈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走到现在这个地步？他抱着我哭了很久，心脏被触动，我也跟着哭。原来他是学校的男神，穿着干净的白衬衫，站在演讲台上，是那种令人动心的男生。他为什么要做我们学生时代最看不起的那种大人做的事呢？我原来只想要好好守着爱人和孩子过，现在呢，那个当着人笑，转头却和丈夫形同陌路，和别的男人上床的女人，是我吗？我们曾经一起起床，一家人吃早饭，送孩子上学，各自上班，晚上一起吃饭、睡觉，周末带着孩子去公园或者游乐场玩。我们是对方坚强的后盾，是永远的港湾。现在，我们手里握住对方鲜血淋漓的心脏，反复揉握，让它不断撕裂、流血。我们成了一对貌合神离的夫妻，多么可悲啊！我当初带着满心的欢喜，踏过无数的朝露与晚霞，只为见心上人一面。我无数次祈求上苍，让我们相守一生。等真的实现了，我们却成了一对怨偶。老婆，我们忘记过去，重新开始好吗？他祈求地看着我，我们扯平了，好吗？为了孩子，好吗？你不介意，还想和我重修就好。问题是，我再也不会像原来那样对你好了。我带着恨意说，这次换我对你好，行吗？我知道我原来对你不够上心，伤了你的心，我以后会好好对你。我们别和了联系了，好吗？儿子和女儿都长大了，你以为他们看不出来我们在演戏吗？你肯定也想孩子有个健康的家庭吧？他看着我，泪水滴在我的脸上，他的吻带着泪水的咸味，有一种苦涩的味道。我沉默了，他知道我会妥协，我也知道他不会和我离婚。我说，你放开我，我要去接孩子回来。他脱了衣服，赤红的眼睛里溢出了一点笑，很冰，很冷，还有时间。他说，老婆，我们很久没亲热了，我很想你。最后他问我，他碰你哪里了？这里吗？这里呢？你和他上床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起过我？你爱他吗？家里恢复了往日的和煦，我们绝口不提过去的3个月，那地震般毁灭的3个月。我们都是大难不死，带着新生的、站立的喜悦，迎接新的太阳升起。他带着孩子去公园玩的时候，我阑尾炎犯了。拨打的第一通电话是120。7周年结婚纪念日那天，陈迪订了一家西餐厅。在小提琴悠扬的声音里，他拿出了为我准备的礼物，是一条刻着我们名字字母的项链。他的手附上我的手，温情脉脉地说，老婆，我们会白头偕老，儿子穿着小西服，女儿穿着白色公主裙，乖乖地坐在我们身边。是的，我们会白头偕老，我们会在这个城市守着孩子，等他们长大成人，看着他们结婚生子。我们会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，等到暮年，别人看到我们就会说，看啊，他们多幸福啊。在服务生艳羡的目光里，我们如出一辙地笑了起来。那是同样的，一成不变的，外人称之为幸福的微笑。他去洗手间的时候，我拿出手机，翻开了方静言的微博。我在 G 市，今天下雨。我在 S 市，他说过不会等我太久。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信息，只有他所在城市的天气了。晚安。